我是赵浩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这我们想特别来宾，高嘉瑜委员、陈婉慧委员、蓝轩小姐、谢龙介委员、翁小玲委员、唐湘龙先生。哈马斯的政治领袖被空袭哦，看起来是以色列了哦。那这是犹太什么复国者什么的者哈、哦。那他前一天他在伊朗被炸死，他在前一天参加伊朗总统的就职典礼哦。所以呢，从卡达那边去啊，那原来也许躲得好好的，炸不到他，就刚好你就离开家出国旅行是最危险的哈、哦，被炸了哈、哦。那他还算是哈马斯的温和派哦，他算是比较起来不是那么激进了哈、哦。所以现在大家担心战事恐怕会升级啦，我看这个地方真的是不稳啦啊、哦，油价会怎么样呢？现在我看也会变动了哈、哦。美国说我不知道，我没有参与，跟我无关哦，不是我干的事情，跟我无关哈。哦那美国也很怕介入哈，布林肯说美方不知情，也未参与，事前也不知情，以色列也没有告诉我们了，就炸死他人没告诉我们了啊、哦。但是呢，伊朗驻联合国大使指控说美国也有份，以色列的事情你没有份吗？你们在后面支持吗？没有美国授权，哈亚尼就不可能死，美国你一定同意的啊、哦。那现在呢，伊朗下令直接打击以色列。伊朗原来一直就是说也不愿意直接介入，不愿意直接碰哦，因为以色列很强嘛哦，伊朗干嘛去跟他这个冲突呢？但你伊朗总统讲了说，你在我的家里面去炸死我的尊贵的客人，我能忍这口气吗？他是来庆祝我就职哎，你在我家里把他炸死哎，你让我面子放哪里？哦，所以呢，伊朗说要直接打击哦。那直接打击怎么不知道？以前都是用旁边啊，什么真主党啊，什么这样去打击。那纳坦雅胡也不讲，他说呢，我们要继续战斗，打到底哦。那现在巴勒斯坦、伊朗、俄罗斯、土耳其这个胡塞都强烈谴责以色列哦。那他的被飞弹直接击杀，有人说是用 F-35，住所门窗、墙壁通通毁了哦。那专家说伊朗防空很薄弱了，所以呢，如果说以色列真的开隐形战机去哈，也很难哦。是不是 F-35干的？伊朗也侦测不到哦，事先也不会知道哦。那另外呢，因为情况很紧急，美国已经2个航空公司下令不飞以色列了，航空公司停了，万一被打下来怎么办？哦，所以呢，以色列跟伊朗看起来濒临战争啊、哦。那以色列呢，不但去炸死这个哈马斯领袖，还跑去打贝鲁特。黎巴嫩的贝鲁特，而且呢，把真主党的最高军事长官说，我也把他打死了，一下子呢双杀哦。那所以呢，现在纳坦雅胡说，我们呢对敌人就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了，一次双杀2个领袖都被我们打死了哦。那这个美国也警告了公民，黎巴嫩也不要去啊，以色列伊朗危险，黎巴嫩也不要去，我们看一下。哈马斯政治领袖哈尼亚前一天才参加伊朗新总统裴泽斯季安的就职典礼，没想到隔一天。We're following breaking news. The political leader of Hamas, Ismail Haniyeh, was reportedly killed in Tehran. 就在当地住所遭到暗杀，哈马斯证实领袖的死讯，并指控幕后黑手就是以色列。So what this shows is the capability of the Israeli intelligence services to reach out and touch the leadership of both Hamas and Hezbollah. 哈尼亚近几年都躲在卡达，但以哈战争期间有3名儿子和4名孙子死于空袭，他的媳妇在镜头前向公公道别。由于哈尼亚也是谈判的代表，恐怕冲击后续停火协商，但外界更担心中东地区可能爆发更广泛的区域战争。This evening, the IDF carried out a targeted strike in Beirut on Fuad Shukur, also known as Said Muhsin. 因为哈尼亚遇刺前不久，以色列才宣布击毙真主党最高阶军事指挥官，说要报复上周6攻击以色列足球场事件。We remain concerned about the potential of this escalating into a full-blown fight, and I don't believe that a fight is inevitable. 受到以色列和真主党情势升温影响，多家航空公司以安全为由取消往返贝鲁特的航班。因为过去不论黎巴嫩内战或2006年的战争，机场都曾变成攻击目标。或者也有人认为说，纳坦雅胡其实是欢迎这样状况的哈，因为他内忧外患嘛，外面很多国家要谴责他。
然后美国也不见得共和党不支持他，然后内部也有人在要倒戈了，所以越紧张，这个越激烈，他的这个内阁的这个位置越稳了，总理位置越稳。向龙，在冲突理论里面有两个基本的原则，一个就是当你内部有问题的时候，就转移到外部去。第二个，当你没有能力按照你的方式结束一场战争的时候，就扩大战争。以色列现在就是这样。那当然，当这事情发生了之后，对伊朗来讲，值得关注的是伊朗，因为伊朗，你想在我们在看金庸小说的时候呢，波斯人带着圣火令、明教的那样子一种感觉上面来讲呢，就是呢非常非常有力量的一个国家。可在中东面对到以色列前后跟着美国，已经让伊朗呢，已经呢最少呢连中4枪。从苏雷曼尼呢在巴格达，美国呢公开讲是我杀的。美国呢杀了苏雷曼尼，其实就已经开启了已经将近50年在国际社会当中形同默契的，不应该再用任何暗杀的手段达成政治目的。可是当美国这样做了之后，在这个世界几乎就开禁。以色列之后，你看到他呢，不管是呢到伊朗的境内，也在巴格达也在德黑兰附近呢杀了他的科学家，核子科学家。你看到呢，也不过就是呢2个多月前的3个多月前的时候呢，用 F-35用导弹呢在大马士士革杀了他的圣城旅的，几乎把圣城旅的指挥官呢团灭。再加上呢这一次的哈尼亚的事件。对于伊朗来讲，或许他会觉得说是可忍孰不可忍，可是伊朗在面对到以色列在中东地区这么嚣张的在我的境内杀我的人，如果你都能够忍得下去的话，这个在国际法里面是有公定的标准。你看到印度被怀疑到加拿大呢，可能呢去杀了一个锡克教的教士，你看到呢加拿大的反应，你看到美国的反应。好像呢，这是呢大逆不道的事情。你想想看，当年刘宜良江南的案子，你看看美国会放过国民党，会放过蒋经国吗？可是今天伊朗在面对到以色列在几乎在中东地区如入无人之境，予取予求，伊朗所表现出来的脆弱，伊朗在面对以色列除了出一张嘴之外呢，几乎呢无所作为，它会大大的削弱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以及呢，在这什叶派当中的公信力。哈尼亚、巴勒斯坦，或者现在的哈马斯是逊尼派的，逊尼派的领袖，他为什么不会去躲在那逊尼派的大国，躲在沙特？他为什么要躲在伊朗？你知道，基本上的逊尼派都已经呢被美国长时间以来控制跟收编了，躲在伊朗，一个巴勒斯坦哈马斯逊尼派的领导人。到德黑兰，甚至于呢是躲在呢伊朗的保护之下。现在呢，在中东地区呢，在声援哈马斯的全都是逊尼派啊，全都是什叶派啊。逊尼派几乎没有人敢讲话。可是这次以色列所采取的攻击行动，美国也不要客气。这个是世界上面呢，没有人相信呢，没有美国呢睁眼闭眼。毕竟纳坦雅胡才刚去过美国。上个礼拜人还在美国呢，才刚回到以色列而已，就发动了攻击行动，杀了真主党。你说呢？真主党呢去攻击你呢？你北部的边境，造成你的人员的死亡，好吧？那请问你这个呢？哈尼亚呢？哈尼亚他是实质的现在的哈马斯的领袖，在这场的冲突当中，哈尼亚几乎，如果以色列呢对哈马斯对加沙地区是用种族灭绝，对哈尼亚呢是抄家灭族。哈尼亚的家族的成员最少60个人已经死在以色列的攻击之下了。但最重要的是这件事情还牵涉到2个国家，第一个是中国才刚调解了巴勒斯坦的14个教派的一个团结，这个里面哈尼亚虽然没有到北京，可是每个人都知道这是哈尼亚同意的。但是刚达成了14个教派的团结，以色列就动手了。你把中国放哪里？第二个是法国在今年呢，才2个月前的时候，马克龙呢在跟习近平到法国访问的时候，马克龙特别跟习近平在共同声明里面提到一点，马克龙希望习近平支持奥运休兵。
奥运期间的时候呢，大家呢让战火都平息，大家好好的运动比赛，呈现 World Peace。可是呢，在奥运期间会动手，这个呢对以色列来讲是甘冒呢国际之大不讳。在法国在办奥运的时候呢，在这个时候呢动手转移了整个奥运的焦点，法国面上挂得住挂不住，或者纯粹是面子问题。中国到现在为止对这件事还没有反应。我们刚刚看到许多国家呢在谴责以色列，中国还没有讲话，中国的反应是最关键的。现在因为本来以哈在和谈嘛，对不对？谈是不是暂时休兵等等，所以他们就讲说，你就把那个哈马斯谈判的最重要的这个人把他给炸死了，你还要和谈谈什么呢？蓝轩。对，目前这个状况真的是，我觉得对中东局势来说，真的是还蛮复杂、蛮雪上加霜的啊。因为先前的话呢，从黎巴嫩去跟真主党去攻击了这个以色列，造成这个足球场上很多的12个小朋友呢死亡之后，大家就在看啊，这个中东局势会怎么样发展。就没想到呢，这个以色列采取了双杀的这样的一个报复的行动啊。那所以呢，现在等于是先前的话呢，球丢到以色列手上，这以色列呢展开了行动之后，又把球丢回了这个伊朗跟这个哈马斯。到目前为止的话呢，这个伊朗跟哈马斯嘴巴上面都说要这个严厉的报复了啊，但坦白说，刚才香伦有特别提到一些，就是说这个局势的整个的复杂的状况。现在到现在为止看到最新的消息，虽然美国否认他们中间有任何的介入，也说事前不知情，但是你看他们的国防部长 Austin。他已经表示了，他说只要有任何攻击以色列行动，美国是站在以色列协防的角度的啊。所以看起来美国的话呢，我觉得他这一次的态度，显然的看起来有点，即便说双杀的结果导致了中东局势的复杂化，其实美国不见得是乐见的，因为目前他们在进行总统大选，但是的话，他们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从奥斯汀的说法里面看起来，似乎还是会挺到底。所以挺到底的话呢，会不会让伊朗方面在这一次嘴巴说要严厉的报复，然后事实上行动上面的采取会不会稍微的有所转圜？我觉得这部分是可以去观察一段时间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上次的话呢，以色列在叙利亚就是攻击了伊朗的驻叙利亚的使馆的时候，其实坦白讲，伊朗也是强力说要报复。但他报复之后呢，就打了300枚的飞弹，看起来哇规模很盛大，但是呢有点像烟火秀，我觉得没有真正造成以色列的实质上面的一些伤亡，所以呢等于是形式上面达到了一个报复的行为，实质上面呢并没有扩大中东的战事。那这一次会不会那么简单？会不会那么幸运？我觉得这部分的话呢要进一步去观察，因为目前的局势看起来是确实很复杂。对伊朗来说的话呢，如果说他这一次吞忍了下来，跟上次一样，坦白讲，确实，我觉得伊朗在这个中东地区你是不是还有任何的立足之地？你的颜面也好，国家的尊严也好，如何的维持下去？那尤其是目前看起来，这个哈尼亚基本上如果他不离开卡达的话，坦白说。以色列大概也不见得会打他，也不见得手到他，或者他至少承诺卡达他不会去动手。那所以呢，但是问题你一出了这个卡达，一到了伊朗，马上就是歼灭了，就是狙击了。所以我对伊朗来说，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是相当程度的一个政治上面的考验。对于伊朗来说，我觉得他可能要考虑到的是一个中东的局势之外，还有一个美国对他的制裁。因为美国现在伊朗的整个的经济状况事实上是蛮糟的，所以呢，新的总统上来之后，其实是不是这个美国对他的制裁是有可能宽待，有可能通过核协议的方式重新给他一点喘息的空间。这部分本来美国跟伊朗是有在商讨当中的，但是如果说这次伊朗用一个非常强烈的报复行为的话，会不会因此而导致了美国对他的制裁继续的加重下去？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就显得出来整个中东局势的非常的复杂的部分了啊。那包括那个中国跟俄罗斯，事实上中国的态度今天有谴责有出来谴责，并不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声音的，他是出来谴责以色列的，只是谴责是一回事。那但是会不会实质采取行动？因为我觉得在中东地区的话呢，近的看是阿拉伯世界国家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再拉远点看是中国跟美国，或者说呢美方、西方以及中俄在那个地方的一个利益的争夺。所以这部分它的等于是牵一发动全身。所以目前看起来所有的人都非常的紧张，所以呢很多飞机也不飞，然后呢很多航运指数都不断的飙高，风险往上飙。但是会不会是一个斗而不破的一个紧张状态？我觉得要看这1-2天当中的局势分析。但是我们可以去预知的是，任何一方的如果有任何的行动，事实上全球我相信他的要付出的代价都会非常的惨烈。不过基本上这样的哈，如果你去过以色列，你就知道哈，中东旁边那些国家就好像是一个狮子，
旁边围了一群猎狗，周边那些伊斯兰国家还没有猎狗那么凶，之间还有矛盾，你跟我之间，我跟你之间还有矛盾，他们除非真的整个团结起来，哦，否则的话打不了以色列的。你不要说别的，我知道从约旦到以色列，你就约旦还算是进步啊，我跟美国关系还不错，那你就两边的差异，你就很难想象啊。你到了以色列那边看到绿油油的沙漠，那么贫瘠的土地，农作物绿油油的，他们连灌溉那个水一滴一滴都仔细算。你回过头一过了边界到约旦这边，每个植物都要死了一样，垂头丧气的。我想说，差太远了。就以色列的他人虽然不多，几百万人，但是他每个的精锐，每个人的意志力之强，拿了那么多诺贝尔奖金哦，才那么几十年的时间建国到现在，这样的国家虽然小，但是很强。旁边那些中东国家，简直是不堪一击啦。所以之前的什么7日战争啊，什么这都打不过嘛。所以你们这些国家除非团结起来，否则的话而且以色列后面还有美国，还有最新的武器哦。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多时候真的是嘴巴讲归嘴巴讲，一战争打起来就知道强弱立判了。休息一下再回来。住得安全，活得平安，一人一点力，爱就大无限。好，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他们还要学习，不断的学习说要努力建设强大稳固的现代边海空防边境海防空防，通通要这个加强稳固因为他现在建军97周年，所以呢，他的国防部长叫董军，这个爸爸知道他将来要当军人，生下就叫董军，时刻准备粉碎一切的分裂行径那另外呢，他又播了，今年5月不是曾经播过吗？70秒3D 动画暗喻台北、花莲、高雄，所以他们打击重点台北、花莲、高雄，还有一个诗什么杀毒神器，杀台独的神器断柱青云剑什么袭岩杀手剑，热血爆家园，逆风亮长剑那这个诗写的没有什么好了，不过反正就是讲他的诗写的，不知道写的什么东西，但是呢，就是告诉你说他要打击台湾，这3个打击台独了那另外呢，加拿大巡防舰穿越台海，说他要促进印太安全当然是美国叫他来的了那另外呢，加拿大军舰穿越台海，39个中共基舰绕台，共军说随时应对一切威胁挑衅，你来我包围台湾，包围给你看那另外呢，这个国防部说海空有我们全程掌握了加拿大这个军舰通过那另外呢，这个美国的智库说避免台海危机，两岸需直接沟通，也是你不沟通的话，就很多时候会误判的那另外呢，美国学者说台海冲突不是只有武功，不是他叫出兵打你他说可以斩首打击那海上封锁、占领外岛、发动假旗事件都可以。他说这些都锁定台湾及台美关系的弱点，所以台美应该加强因应那另外呢，这个川普国安团队可能人选叫做柯博吉，是美国国防部的前副助理部长，他好几次被媒体点名，所以有可能变成川普国安团队一员。他就说军事力量最重要亚洲又忠于欧洲，那台湾对他们面临危险的应对能力显然不够，台湾的国防支出只占 2.4%， 其实现在已经 2.5% 了，严重不足所以大家发现台湾对自身防卫不够重视，台湾对你自己防卫都不重视，要靠美国，你先防卫你自己吧。我们看一下，想要去哪儿就去哪儿，为了胜利一无所需，因为我们的祖国不容任何侵犯。解放军建军97周年这天，中共央视军事宣传片除了监视我军舰，更有动画片模拟轰炸台北、高雄跟花莲，模拟投放炸药对台针对性之高，旁白也写到利剑即将出鞘，近日更频频洗脑，
马祖离岛。在马祖东南35里电马挂46拐6的无人机，或是巡航机，请你离开 Whisky 8航路，请你持续朝南，不要靠近我们本航路。就怕影响民航机地勤透过广播驱离，何况这不明飞行物体也不是不小心飞到这里。当然是做勤收，因为它上面有电子光学感测器，南竿、北竿、东极、西举这方面的军事的动态，总要间隔一段时间，总要勤收一次。不过就在对岸文攻武吓之际，全球船舶追踪系统网站上，加拿大巡防舰蒙特罗号恰巧通过台海中线，从台海经过也是力挺盟友，而受台风影响的海空演习，时隔1周，30号这天也在花莲港外海出没，包括2艘海军光6快艇、海巡巴里号巡防舰进行滨海作战演练。就算演习进度被耽误，该补的还是要补。来，龙姐，这个上个礼拜啊，大陆跟俄罗斯的这个战机啊，轰6加上战机就飞越了这个阿拉斯加啊。那美加当然也战斗机上来，就第一次啊，大陆飞离了本土啊，一直到了过第2岛链，然后到了这个北美去。那这个意味什么？跟刚刚那个话题，就从纳坦雅胡的在以色列的状况。然后你看看，大陆不断在尝试做调停的动作，包括俄乌战争，包括以色列跟哈马斯这边都期待调停。可是美国跟大陆在对抗的美国，到处在煽风点火，希望用代理人战争，然后从战争里面，他到底要得取什么样的利益？那刚刚谈到这个以色列的纳坦雅，他本来在这个哈马斯启动攻击的时候啊，他的民调是很低的，他内部几乎已经快位置坐不稳了，所以他当时第一瞬间就是打嘛，打了以后就开始把内阁暂时内阁啊，就3个，现在暂时内阁也解职停了，所以整个形势对他来讲是政治形势是相当不利的。所以最后这一次呢，很极大可能就是为了报复这个前2个礼拜的攻击，所以才会发生这个。那你再看看整个大陆的演习，然后大陆对外不断的释放和平的气氛，要用"一带一路"，然后要用经济共荣，他完全没有提出说用武器、用武力去侵略第三国，然后要攫取他的经济利益。所以再看看台湾，你讲到说，川普准备要用这位先生哦，我们现在是2.5%了，他的终极目标就是希望台湾达到 GDP 的5%。GDP 的5%就几乎我们要编1兆2000亿的预算，各位，我们现在今年大概会来到2兆8、9千亿了，那你等于1兆2000亿就是几乎用了40%，40%的预算用在国防军事，那另外人事费用就占到40%到42%，那你剩下所有的老人补助了，农渔补助了。3种绿色补助啦，低收入户补助啦，生囝补助，除了还都没讲，那你其他所有建设全部停摆，那你就淹水继续淹水，那你多了一些飞弹，多了一些战机，再来，我们所向老美购买，我们确实要护卫我们自己的岛屿啊，我们的土地我们自己捍卫啊，可是你卖给我们的，你提高了我们多少成本了？我们战斗机别人买一架是22亿5千万，我们买一架是将近66亿，我们用买 F-35B 的价钱才买到 F-16啊。那 F-16只要真的最倒霉的，就是说真的避免不了开干了，第一瞬间我们所有台湾任何机场，连我都知道我们机场哪些跑道了，就不用讲中国大陆。那整个第一时间被这些导弹毁掉了这一些跑道以后，你买这些 F-16，包括 A、B 升级 CD， 包括 EFG 都一样没有用了，你飞不了。你看看乌克兰第一时间
被钳制了以后，他一点制空权都没有。所以，如果今天美国很有诚意说要我们适度的提高我们的预算，可以，你先坐下来，我帮你特制量身定做一套，我给你什么装备，我 F-35B 可以随时起降，我可以提供你，那你其他怎么样，对不对？如果你愿意这样跟台湾，你不是啊，你拢出一支嘴，等下讲啊，就叫阮买钱，拿到即马钱，1000亿、2000亿、4000亿、5000亿摕去用，叫你搞武器，你讲无用。你妈钱拿了啊，武器不来啊。现在有220亿美金。是。对啊，6000几亿啊，那这些武器拿到哪里去？他拿去给乌克兰呢，先给了乌克兰，包括这个海马斯，好，包括爱国者，再来，他给乌克兰是要什么？要算账的，他是另外这些钱多少钱，将来乌克兰要还的，然后他卖给我们多少，他卖给乌克兰多少钱，一定摕咱的滚头发去经济赛，把我们付的成本的这些武器，他是高价卖给乌克兰哦，然后他现在进驻没收了乌克兰这些国营企业，将来都要还债的。那如果今天台湾面临到这些，台湾不比乌克兰了，因为美国了解我们有很多外汇存底，我们有很多钱，他要来拱台湾是这样的，他是看到我们有很多钱了，因为搞乌克兰他已经得到很多经验了，这个要先垫款，台湾不用，他不用垫款了，我们有的是钱啊，武器不断的运过来，那我们就不断的把钱送过去，那最后台湾人的准破害扯对，那为什么不能求和平呢？所以领导人没有智慧，还好我们看看这个清德兄，看看我们梁文杰说了，从两国论现在到这个两岸，现在变成两区都能谈了，用一点智慧嘛，台湾其实可以避战的。休息再回来。